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一聊到谈恋爱，大家好像都特别喜欢看那种高浓度的剧情，什么轰轰烈烈的一见钟情啊，各种精心策划的惊喜啊，还有那种要死要活的情绪拉扯。但在这种环境里呢，有这么两个人，平时安安静静的不爱张扬，就特别容易被外界贴上无趣、死板甚至冷淡的印象。对，就是咱们今天想好好聊聊的下午茶组 ISTJ 和 ISFJ。 其实讲真，等你上一整天班，累得跟什么似的，挤着晚高峰回到家，你就会发现那种需要你时刻打起精神去应付的轰烈，真的很耗费电量。反而是这一对相处的方式，就像一个下雨的午后，你推门进了一间燃着暖炉的屋子，外头再吵再乱，只要看到对方在那儿，你紧绷了一整天的肩膀瞬间就慢慢放松下来了。他们俩到底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平时那种不张扬的甜到底有多治愈？咱们今天就泡杯茶，好好把这两个人从认识到过日子的状态给掰开聊透。我们先说说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吧。如果你去问身边的 ISTJ 和 ISFJ， 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很少有什么第一眼就非你不可的戏码。他们的开局往往特别朴实无华，比如在大学图书馆里，两个人刚好坐在相邻的固定座位上，每天抬头都能看见对方，或者在公司里因为一个繁琐的项目合作被分到了同一个组。对他们来说，最能让人心动的瞬间不是长得有多惊艳，说话有多幽默，而是这个人做事怎么这么靠谱啊。你想想看， ISTJ 办事效率极高，说到做到，绝不掉链子，而 ISFJ 呢，在旁边默默把人情和团队气氛打理得妥妥帖帖。几次事情办下来，两个人心里其实都在悄悄打分，跟这个人共事太顺了，不管多棘手的问题好像都能办成。你看他们的感情萌芽永远是确认对方可靠先于确认浪漫。而且啊，当这两个表面严肃极度内敛的人暗自喜欢上对方的时候，那种反差萌真的特别有意思。比如说 ISTJ 吧，他们要是心里喜欢一个人，第一反应绝对不是上去搭讪，而是防备心拉满。他们生怕被你看穿，甚至会刻意在物理上跟你保持2米左右的安全距离。他们可能会在远处偷偷看你，但只要你一回头，眼神刚对上，他们立刻像做贼一样把视线移开，假装在看天花板或者看手表。如果大家在一个群里聊天，你随口说一句喜欢吃什么讨厌什么，他表面上毫无波澜，其实脑子里已经默默给你建了一个专属档案，一字不落的全记下来了。但是呢，如果你突然发一句肉麻的我想你了，他可能不仅不觉得甜，反而当场宕机，心想这句没有明确结论的话，我到底该怎么合乎逻辑的接下去。而 ISFJ 暗恋一个人呢，就更像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试探。ISFJ 的情感天线特别敏锐，但他又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打破现有的平衡，所以他就算喜欢你，也只会用极其微小的方式去照顾你。比如发现你今天好像有点累，下一次碰面，你的桌上就会悄悄多出一杯温度正好的热饮，或者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他总能敏锐地照顾到你微微有些局促的节奏，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温柔把你拖住，但他自己绝不张扬。你如果问起来，他可能只是温温柔柔地笑一笑，说顺手而已啦。所以你看，当这两个平时防备心极强、极度抗拒社交和出门的人，有一天突然打破自己的常规，主动给你发一条消息，送你一个小礼物，或者羞涩地问你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散个步的时候，相信我，那绝对是他能够给出的最超标、最热烈的真爱信号了。等两个人跨过了最初的试探，真正走到一起，开始过日子了，他们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并肩陪伴。在这个充斥着表达欲和社交焦虑的时代，能找到一个不用一直说话却能无比安心的人，其实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在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里，最经典的画面其实特别简单，晚饭过后，客厅里可能就开着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 ISTJ 坐在书桌前，认认真真地整理他的工作表格，或者看一些硬核的技术资料，而 ISFJ 呢，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打理着家里的琐碎小事，或者刷刷自己喜欢的视频。整个屋子里可能1-2个小时都只有敲键盘和翻书的声音，一句话都没有。换做别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气氛有些沉闷，甚至怀疑你们是不是没话聊了。
但对下午茶组来说，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舒服的相处模式，因为你完全不需要在对方面前扮演一个情绪高昂的社交达人，你也不用绞尽脑汁去维系某种热烈的人设，对方那个稳稳当当坐在那里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最让人安心的托举。中途一个人起身去倒水，会顺手给另一个人倒上一杯温水放在手边，或者偶尔抬头对视一眼，彼此笑一下，又各自低头做自己的事。这种你不用一直说话，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的默契，真的能让整个房间都充满踏实的暖意。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操持上，他们天生就是最顶级的互补搭档。ISTJ 是那个天生的生活架构师，他们的爱意表达非常有分量，就像金属一样硬核，他在意你，就会本能的想要把你的生活打理的没有任何风险，比如提前在雨天前把车送去保养，把家里所有的复杂账单算得清清楚楚，在你遇到棘手的流程问题时，一言不发的帮你整理好材料。嘴笨的 ISTJ， 他的浪漫其实就是一句话：我把世界的风雨和风险都替你挡在外面，你在我搭好的这个安全框架里安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就行。而 ISFJ 呢，就是这个家里无可替代的温度调节器，他用那股水一样的细腻，把这个有些生硬的框架填得温温热热。你随口叹的一口气，下班时桌上就会多出一杯温热的柚子茶。你因为工作压力大有些紧绷，推开家门那一刻，迎上来的就是一盏特意调低的柔和灯光和一份避开所有打扰的安静晚餐。他不会讲太多动听的情话，但他总能用最敏锐的细节，在情绪荡起涟漪之前，稳稳把你接住。一个人负责把框架搭得极稳，另一个人负责把氛围做得很暖。更难得的是，这两个人在底层价值观上有着近乎天然的步调一致。因为两个人都是典型的稳定者，他们的生活哲学里其实都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惊喜还是算了吧，谢谢。在他们看来，那种每天按部就班的节奏，固定的作息，周末雷打不动的家务分工，甚至每年纪念日都去同一家餐厅的习惯，根本不是什么刻板，而是抵御外界不确定性最厚实的安全网。在金钱观上，两个人都是极其务实的务实派。在家庭责任上，一旦认定了一个人，那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契约精神与绝对忠诚。他们不需要每天去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因为对方数年如一日准时回家的脚步，修整好的家居物件，以及生病时提前备好的药，早就把爱拆分成了清晨的闹钟、温热的便当、提前备好的雨伞和那盏永远为你亮着的玄关灯。在所有的伴侣组合里，这一对可以说是下限最高、最不容易因为一时冲动而走散的类型。但是聊到这里，可能你也会好奇，难道这样一对看似挑不出毛病的黄金搭档，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就真的能永远岁月静好吗？其实啊，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也藏着最隐蔽的暗礁。当那个习惯用逻辑与纠错去解决一切的 ISTJ 遇上那个习惯用感受与氛围去感知世界的 ISFJ， 当日子过得越来越像合伙开公司，当两个人各自钻进自己的脑内黑匣子开始无声较劲的时候，这段原本温暖的关系到底会踩进哪些让人心力交瘁的坑里呢？因为讲真啊，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下午茶组的伴侣走着走着，最常跑来倾诉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明明不怎么吵架，也没人犯什么原则性错误，但为什么日子过着过着，两个人之间越来越没温度，甚至感觉像在跟一个合伙开公司的室友同住呢？这就涉及到了这一对在日常相处里最容易踩进去的第一个大坑 T 与 F 错位之下的情感风干。你想想看，这两个人骨子里其实都是做事极其靠谱的人，平时家务怎么分工，房贷怎么还，周末去哪家超市买菜，他们都能打理得井井有条，效率高的挑不出一点毛病。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份过度讲究流程上。 ISTJ 是天生的漏洞修补者，比如 ISFJ 忙活了一下午，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意煲了一锅汤，满心期待地等对方回家。ISTJ 推开门，先看了一眼厨房，愣了半秒才说：你煲汤啊？锅盖这样放会滴水，下次换个角度会干爽一点。在 ISTJ 看来呢，
他完全没有任何恶意，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负责任地优化生活流程。但落在心思细腻，把情绪价值看得比天还大的 ISFJ 耳朵里，这无异于迎头泼来一盆冷水。ISFJ 心里会瞬间涌上一股巨大的委屈，我花这么多心思为你做饭，你不仅看不见我的心意，反而一上来就挑刺。更要命的是接下来的沟通死锁。ISFJ 受了委屈，天生不爱把话挑明，而是习惯性的发出一些模糊的求救信号，比如开始闷头擦桌子，脸色微微发沉，或者时不时叹一口气。ISFJ 脑子里的潜台词其实是，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如果你真的在乎我，你就应该主动过来问问我怎么了，给我一个拥抱。但是 ISTJ 对这种高背景的情绪暗示几乎是完全盲区的。ISTJ 需要的是清晰明确的输入参数与指令，他看着对方突然沉下脸，只会感到一阵莫名其妙和局促，心想，你到底怎么了？需要我做什么？你不把问题逻辑清晰地讲出来，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帮你修这个漏洞？一个在等对方心领神会，另一个在等对方下达指令。结果呢， ISFJ 觉得对方冷血不体贴， ISTJ 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乱发脾气。两个人谁也不挑明，慢慢的，晚饭桌上的对话就只剩下冷冰冰的事务报备。电费交了吗？交了。明天谁接孩子？我接。日子在形式上过得无懈可击，但房间里的情感温度就这么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中一点点被风干了。如果只是表面的沟通频道错位，倒也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如果矛盾进一步升级，两个人真正致命的武器其实藏在他们的第三位功能里。很多人只知道他们一个是思维型 T， 一个是情感型 F， 但没注意到 ISTJ 藏在第三位的内倾情感 FI 和 ISFJ 藏在第三位的内倾思考 TI。 平时 ISFJ 脾气特别好，处处忍让照顾，但是你别忘了， ISFJ 脑子里都有一本极度精密的逻辑审判簿，因为他们记忆力好得惊人，平时受的委屈全都在暗中记账。一旦被逼急了， ISFJ 会瞬间黑化，开启冷冰冰的翻旧账审判模式。他能把你3年前某月某日讲过的某一句话，逻辑上的某一个双标漏洞，原封不动地砸在你脸上。这种精准的逻辑打击会瞬间刺穿 ISTJ 脆弱的内心。因为 ISTJ 虽然表面铁面无私，但内心深处极度看重自己的道德感和做事初衷。当 ISFJ 翻着旧账指责他自私冷漠，根本不在乎这个家时，直接刺痛了 ISTJ 的软肋。 ISTJ 会立刻进入狂暴防御，我每天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为这个家打理好所有风险，你居然否定我的人品和初衷。两个人一旦进入这个状态，就会各自躲回自己的黑匣子，在脑海里疯狂重演那些伤害人的细节，开启一场自我折磨式的脑内审判。除了内耗，这一对在面对外部突发变故时还有一个极大的软肋，就是他们第4位的劣势直觉功能 NE。 在风平浪静有章可循的日子里，他们是天下最稳的组合。可万一生活突然抛来一个剧烈的不确定性，比如突然失业了，投资踩雷了，或者家里有人生了重病，双 SI 缺乏跳出框架的破局思维，这个时候两个人脑子里的灾难化剧本会瞬间发生恶性共振。ISTJ 会陷入对系统崩溃、账目穿底、彻底失控的恐慌，而 ISFJ 则会陷入对关系破裂、社会评价彻底完蛋的极度焦虑。一个在算最惨的账，另一个在预演最坏的结局，两个人互相传染悲观情绪，最后极容易导致整个家庭在面对危机时陷入集体将死的状态。甚至在处理原生家庭的关系时，两人的底层逻辑也会激烈碰撞。ISFJ 习惯为了顾全人情和大局面子，亲戚开口求助，哪怕再委屈自己也不好意思拒绝，而 ISTJ 则坚持公事公办、亲兄弟明算账，没有边界和收益的人情必须立刻切断。逢年过节送礼，对待双方父母的偏向往往都会变成两个人无声较劲的导火索。聊到这儿，咱们还得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实维度，就是性别倒置带来的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是比较常见的 ISTJ 男搭配 ISFJ 女，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标准的模范家庭，男方踏实赚钱做事规矩，女方温和持家体贴入微。但最容易出现的暗坑就是丧偶式的情感孤岛，男方觉得只要自己按时交工资，不出轨，修好家里的一切，自己就尽到了100%的责任，
而女方却在长年累月的情感失交中被慢慢耗干，最后变成了同一个屋檐下没有话说的怨偶。但如果反过来是 ISFJ 男搭配 ISTJ 女，整个张力就完全变了。女方雷厉风行，就事论事，极度看重实际，结果男方细腻温润，顾及人情面子，习惯照顾别人的情绪。在日常里， ISTJ 女很容易在心底嫌弃男方做事优柔寡断，太在乎别人眼光，效率低下，而 ISFJ 男则常常觉得自己的温柔被当成了软弱，在女方那张公事公办的冷脸面前感到巨大的挫败和尊严受损。很多外界的人总觉得，既然他们这么能忍，这么讲究稳定，是不是就算感情坏了也不会分开呢？其实在现实中，那些真正走到破裂的下午茶组，其分开的过程往往比任何人都决绝，而且几乎毫无预警，因为他们极少会像别人那样当街大吵大闹，摔东西提分手。 ISFJ 的离开是著名的门市绝交 door slam， 他在心里一次次给你扣分，每次失望他都不说，直到最后那一分扣完，他会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在一夜之间把对你的所有情感链接彻底掐断，冷得像一座冰山。而 ISTJ 呢，一旦确认对方的心已经无法挽回，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提供稳定的预期，他脑内的程序也会瞬间执行系统注销。他不会纠缠，不会挽留，而是像注销一个账号一样，极其冷静地清算财产，交接钥匙，从此把你从他的整个人生数据库里彻底除名。曾经最默契最温暖的两个人，分开的时候连一句像样的狠话都没有，直接退化成比陌生人还要冰冷的死档案。其实啊，咱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所有的心累内耗或者那些不知不觉筑起来的冷战高墙，从来都不是因为两个人不爱了，更不是什么人品道德出了问题。说到底啊，你们两个人就像是出厂设置完全不同的两台高精度设备，一个用的是逻辑和事实编码，另一个用的是情绪和感受编码。平时在外面各自运转的好好的，可一旦回到同一个屋檐下，因为中间缺了一个翻译器，就特别容易把对方递过来的关心硬生生解码成了冷漠或者挑刺。既然看清了症结在哪儿，那咱们要做的事儿其实特别简单。你们最舒服的状态从来不是学别人去轰轰烈烈的表达，而是用你们本来就最擅长的方式，把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和内心戏直接翻译成有时间、有动作、有边界的生活小契约。下面这4个约定就像是专门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家庭防故障插件，每一个都从你们日常的习惯里长出来，简单省力，而且拿来就能直接跑起来。第一个，不用猜谜的状态灯约定。平时 ISTJ 最烦的就是猜别人的微表情，而 ISFJ 又特别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说，我现在很委屈，我很需要你。与其每次都在那儿互相打哑谜，暗中内耗，不如在家里提前设一个双方都秒懂的物理信号。你们可以约定3种状态，不管是发微信表情，还是在客厅茶几上摆一个固定的小物件。绿灯说明我今天电量很足，心情不错，可以正常聊天开玩笑或者商量事情。黄灯说明我现在有点累，或者工作上遇到点烦心事。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在我身边，但你千万别急着帮我分析问题，也别逼我说话，安安静静陪着我就行。红灯说明我现在彻底过载了，需要去书房或者卧室自己待会儿，这时候请先给我绝对的独处空间，等我整理好了，我会主动回来找你。你看，这招绝就绝在，他根本不需要你现场去费劲组织语言。ISTJ 只要看到黄灯，心里立马有数，哦，现在不需要我当修理工，我只要倒杯温水放在那儿就行。而 ISFJ 挂上红灯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觉得自己是在冷暴力或者闹脾气，把情绪直接变成可识别的参数，两个人都踏实。第二个，专治翻旧账的事后补丁约定。咱们前面说了，你们两个人脑子里都住着一个记忆力惊人的历史学家，平时受了点小委屈，喜欢往心里憋，在脑子里疯狂倒带。很多时候真正的冷战根本不是当场吵起来的，而是事后各自在黑匣子里脑补出来的。为了不让脑内的负面积分越滚越大，你们可以定一个规矩，24小时内的补丁机制。如果某件事让你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但你现场没反应过来或者没敢说，只要在24小时以内，
你随时可以用这样一句标准句式找对方打补丁。刚才那件事我事后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当时心里其实稍微有点堵，我真不是要找你翻旧账，只是想跟你对一下事实，免得我自己越想越偏。这句话厉害在哪儿呢？它直接锁死了2个核心。第一，有24小时的时效限制，防止过了大半年又突然把陈年烂谷子的账翻出来。第二，那句不是翻旧账，是对一下事实，瞬间就卸下了 ISTJ 的防御心理。在 ISTJ 听来，这不是情绪攻击，这是一次客观的系统数据校准，他会非常乐意坐下来跟你把事情说清楚。第三个，把内耗变成项目的共同维修清单。在相处久了之后， ISTJ 特别喜欢把生活当成可优化的项目来管，而 ISFJ 则容易把生活里的小摩擦当成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与其让那些生活细节里的不满在心里发酵成怨气，不如把它们堂堂正正地摆在桌面上，变成一张家庭共同维修清单。你们可以在手机共享备忘录里建一个小文档，平时遇到摩擦只记3样东西，具体场景只讲事实，不加情绪评价。比如周二晚上洗完碗，锅盖没有放进沥水架，自己希望的明确动作，比如希望顺手擦一下台面的水，或者跟我说一声辛苦了。对方最近做的很棒的点一定要有肯定，比如周4下雨天提前帮我热了车，特别感动。然后每隔1-2周挑一个周末大家都吃饱喝足心情放松的下午，花个10分钟一起看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严肃的家庭批判会，这就跟家里定期检修油烟机，给汽车做保养一模一样。哪里螺丝松了咱们拧一下，哪里运转良好咱们打个勾，把那种宏大的你根本不在乎我拆解成一个个随手就能修好的小零件，对你们2个人来说都太对胃口了。第4个，防失联的低电量模式协议。遇到压力大、工作极度疲惫的时候，你们2个其实都容易本能的把对外的闸门拉下来，但一个人突然闭嘴不说话，另一个人就特别容易慌，觉得天是不是要塌了。所以提前立好这个协议，任何一方只要说出我现在需要开启低电量模式，双方立刻默认执行3条规则。第一，不追问原因，对方绝不追问你怎么了，到底因为什么，不逼你立刻给出解释。第二，保持最低限度的在场，你可以不说话，但同处一个屋檐下，或者发一条简单的我到家了，我先睡了，给对方一个安全信号。第三，设立倒计时必须给出一个预估的时间，比如我先静音休息2个小时，晚上9点我们再说话。这招一出来， ISTJ 得到了他极度需要的独立重整空间，而 ISFJ 也得到了，他只是没电了，并不是不要我了的确定性。冷战的高墙自然就立不起来了。你看这4个小契约，没有一条要求你们变成能说会道的社交达人，也没有一条逼着你们去搞什么惊心动魄的情感大戏，他们只是借用了你们最熟悉也最安心的秩序感与可预测性，给你们的爱情悄悄装上了一套自动防撞系统。只要框架搭得足够清楚，你们就能在这个安全的小世界里舒舒服服地做自己，长长久久地走下去。聊到最后啊，其实我知道可能很多搜到这个视频点进来听我们聊这么久的下午茶组朋友，表面上是在寻找相处的方法，但内心最深处或许只是在寻找一份确认我们这种平平淡淡不善言辞，甚至在外人眼里显得有些无趣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对的，究竟值不值得被珍惜。在这个习惯了把轰轰烈烈跌宕起伏当成爱情唯一标准的时代里，你们这种安静的相处确实太容易被忽视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爱从来就不是只有大声宣告这一种形态，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同样深沉甚至更为坚固的爱，它不长在那些虚无缥缈的甜言蜜语里，而是直接长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个针脚之中。ISTJ 用他数年如一日的自律、靠谱和责任感，向你承诺只要有我在，咱们的生活底线就绝不会塌。而 ISFJ 则用他水一般的细腻、温和与照顾，向你确认无论外面的世界多浮躁，只要回到这个家，你的情绪就永远有人温柔接住。你们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在街头轰轰烈烈的拥吻，但当某天深夜你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的时候，看到玄关处永远为你留着的那盏散发着暖意的灯，
看着桌上那杯温度刚刚好的温水，看着沙发上那个抬头冲你微微一笑，不用你多说一句话就能懂你疲惫的人，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种可预测的笃定与在场，才是抵御这操蛋生活最奢侈的底气。你们从来都不是不会爱，你们只是需要学会在彼此的频道里稍微多往前走半步。视频的最后，我也想问问屏幕前的大家，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也突然觉得身边那个嘴笨不怎么会浪漫的人，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深情都偷偷藏进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里了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属于你们的那些温热瞬间。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刚好戳中了你和你身边的那个他，也别忘了点赞转发给他看看，就当是你们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小小对话。好啦，今天的内容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深夜的陪伴。这里是贝贝思维超进化 Max， 一个陪你探索内心、读懂世界的地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